大家好，我是小豪。今天我们来做红糖发糕。先来准备红糖水。红糖本身不太甜，补一点的白糖来增加甜味。不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完全用红糖来代替。热水就可以轻易的融化红糖了，不需要另外拿去煮。放凉备用。发糕的做法简单，用时也不长，所以开始前记得先煮水，待会儿做好了就直接蒸。普通面粉或也叫中筋面粉过筛。粘米粉，普通或水磨两种你都可以用，口感上差异不大。泡打粉，这是发糕发起来的最主要工程，过筛。加入红糖水，你要想做其他口味的发糕，糖水换一换就可以了，比如白糖水啊、香兰糖水或椰糖水等等。面糊不太容易起筋的，不需要特别的手法，拌匀即可。加入玉米油或其他植物油，目的是要让发糕的表面看起来比较光滑，室温下放久了也不会变硬。拌匀后倒入有嘴的杯子，入模会比较方便。这是直径7公分、高3公分的小模具，我不垫纸杯了，直接摔成油防粘。这个配方可以做6到7个发糕。面糊倒入模具，倒8到9分满就可以了。与此同时，水也滚了，火候先调小后才放入模具，避免被蒸汽烫伤哦。开大火蒸20分钟。发糕蒸熟后需不需要焖？其实都可以，我有试过直接开盖，发糕个个也都好好的，没有塌陷或奇怪的事情发生。脱模很简单，旁边轻轻按一下，很容易就脱模了。发糕散发出浓浓的红糖香味，非常的松软。你或许也跟我有一样的感觉，别人做的好像都是炸开的，这个开花感觉不够大吧？那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因素在作祟。影响发糕开花的因素有很多，先来看面糊的浓稠度。这一次我调整粉类材料的用量，增加普通面粉，减少粘米粉，总量保持在200克。而糖水我换成比例相同的白糖水，拌匀。白色太单调，用红色来点缀一下吧。虽然液体材料的分量相同，但是面粉的吸水性比粘米粉大，因此面糊会变得比较浓稠。来，注意比较一下浓稠度。确实比之前的更浓稠一些，也因为面粉吸收了更多液体变得浓稠，因此这一批只够做6个发糕。相同的蒸法，看看结果如何。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问号，这颜色不对吧？我也很纳闷，我想可能是褪色吧，还是白糖因为高温焦糖化了？有谁知道原因的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互相讨论。所以这一回合你就知道，要想开花大，面糊就必须要浓稠一些。我们再来看看过度搅拌面糊起筋会有什么影响。这一次我完全用普通面粉，没有加粘米粉。粘米粉没有筋，加到普通面粉中呢，可以减低面糊的筋性。理论上，筋性越低，越容易开裂，发糕也就越松软。所以你可以完全用低筋面粉或粘米粉来做发糕，一样可以成功。为了更容易起筋，我顺着同一个方向搅拌5分钟。也因为起筋的关系，面糊变得越来越浓稠，越搅越吃力。面糊还多出来半个，顺便也测试一下面糊倒不满会有什么影响。结果还是有开裂，但是不大。这个因为高度不够，膨发力不足，所以开裂不顺利。其他的来看看内部结构如何。
内部气孔呈线条状排列，分布不均匀，明显看起来不蓬松，口感吃起来也已经类似糕了，而且放凉后还会变硬。所以结论是，只有3点是你要注意的，那就是面糊尽量浓稠一些，筋性要低一些，然后面糊到8到9分满。另外火候方面呢，只要确保全程大火不开盖，你的发糕就不至于会太失礼了。今天就分享到这边，你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帮我点赞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给我鼓励，让我有动力继续做下去。好啦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是小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